今天 Dell 最容易看错的地方，不是它突然变成了一只 AI 股，真正反直觉的是，它越像 AI 基建的赢家，市场反而越不能只看订单有多爆。因为如果一家公司的 AI 服务器卖到爆炸 ，backlog 堆到430亿美元，可最后利润率被 GPU、内存、供应链和大客户溢价一点点吃掉，那这门生意到底是在印钞，还是在做一门规模很大但利润很薄的搬运生意？这就是今天 Dell 的核心冲突。过去1年，很多人讲 AI 基建，第一反应是英伟达，再往下一层是 Marvell、Broadcom、ASIC、自研芯片、互联标准。可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更贴近账本的一层，当芯片真的变成服务器，服务器真的发给客户，订单真的写进 backlog， 最后谁赚到了真钱？ Dell 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一边市场给了它非常强的信号，今天 DELL 股价出现大幅上涨，财报前的预期明显升温，而且 Dell 投资者关系页面已经列出5月28日美股盘后，公司会公布2027财年第一财季结果。这里先说明一句，2027财年第一财季指的是截至2026年5月初的季度，最终精确截止日期以公司发布的财报文件为准。也就是说，市场现在不是在回味旧新闻，而是在压住2天后的验账。另一边，上一次 Dell 已经把一组非常吓人的 AI 数字摆出来了。在2026财年第4财季，也就是截至2026年1月30日的季度， Dell 总收入是3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39%。其中最吸睛的是 AI Optimized Servers， 也就是 AI 优化服务器，单季收入89.52亿美元，同比增长342%。全年看 AI 优化服务器收入246.83亿美元，同比增长166%。如果只看到这里，很容易得出一个很爽的结论，这不就是 AI 服务器卖疯了吗？但三元说，这期想提醒你，真正的考题不是卖没卖出去，而是卖出去之后利润有没有留下来。Dell 电话会里还有更大的数字。管理层说，2026财年他们拿下了641亿美元的 AI orders， 已经发货252亿美元，并且最后带着创纪录的430亿美元 AI backlog 进入新财年。这个数字很关键，因为它告诉我们，需求不是靠 PPT 吹出来的，客户确实在排队买机器，但 backlog 不是利润 ，backlog 只是排队等着交付的订单，它意味着未来收入的可见度，但它不自动等于现金流，更不自动等于高毛利。尤其在 AI 服务器这种业务里，里面最贵的东西往往不是 Dell 自己的品牌，而是 GPU、内存、网络、存储、散热、电源，还有一整套交付和供应链能力。Dell 能赚多少钱，取决于它在这条链里有没有定价权，能不能把成本压力传给客户，能不能让系统集成、服务、存储和运维一起提高利润率。这就是散户最容易误判的地方。很多人一听 AI revenue 就下意识把它和软件、云平台、订阅收入联系在一起，好像只要收入带上 AI 2个字，毛利率就应该往软件公司靠。但 Dell 的 AI 收入更像把算力装进机柜，按时交付给客户的硬件和系统工程。它当然重要，而且需求很猛，可它不是天然拥有软件那种高毛利。看 Dell 的 ISG， 也就是 Infrastructure Solutions Group 会更清楚。上一季度 ISG 收入196.02亿美元，同比增长73%，这个增速很夸张。但 ISG Operating Income， 也就是经营利润是29亿美元，同比增长41%。注意，收入增速73%，利润增速41%。利润没有跟收入同比例放大。再看 Operating Margin， 上一季度 ISG 是 14.8%， 去年同期是 18.1%。全年看 ISG Margin 是 11.7%， 上一年是 12.8%。这不是说 Dell 做的差，恰恰相反，在 AI 服务器这么快放量的阶段，能维持10几个点的经营利润率，已经说明执行力很强。但它也说明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AI 服务器订单越大，收入越漂亮，市场越要问一句 Margin 会不会被 Mix 稀释。说白了， Dell 今天的故事不是有没有需求，需求已经有了，430亿美元 backlog 不像没需求。真正的问题是，当订单从纸面变成出货，当出货从收入变成利润，当利润再变成自由现金流， Dell 能不能把 AI 服务器从高热闹做成高质量？这也是为什么5月28日的财报很重要。Dell 自己给过2027财年的框架，电话会里管理层说，2027财年预计 AI revenue 大约500亿美元，差不多同比翻倍。全年收入指引是1380亿到1420亿美元，终点1400亿美元，大约增长23%。第一财季，公司当时预期收入347亿到357亿美元，终点352亿美元，其中 AI server revenue 预计约130亿美元。你看这组数如果兑现， Dell 就不是蹭 AI， 它是在 AI 基建里真正吃到量的公司。但也正因为预期已经这么高，市场接下来不会只奖励我也有 AI， 市场要看的是你兑现订单的速度够不够快，新增订单有没有继续增加， backlog 是健康累积，还是只是在交付瓶颈下越堆越高。最关键的是 ISG margin 能不能稳定，还是 revenue 越大 margin 越薄。这和前一期我们讲 Marvell 的逻辑刚好能接上。Marvell 那期的核心是自研 AI 芯片，不是简单取代英伟达，反而可能被英伟达的 NVLink 互联标准和 AI Factory 生态重新收编。它讲的是芯片和标准层， Dell 这一期讲的是落地层，
不管是英伟达 GPU 还是自研 ASIC， 最后都要进入数据中心、进入服务器、进入机柜、进入客户的预算表。芯片公司讲的是谁定义算力标准 ，Dell 这种公司讲的是谁把算力交付成可用系统。这两层都在 AI 基建链条里，但利润模式完全不一样。英伟达卖的是最稀缺的核心组件，所以它能拿到极强的毛利和平台溢价。Dell 卖的是完整系统和交付能力，它更像 AI 基建时代的总包商。总包商能赚很多钱，但前提是项目管理、供应链、价格纪律和服务附加值都要跟上，否则订单越大，现金流压力、库存压力、客户溢价和成本波动也越大。管理层其实已经把风险写在指引里了。电话会提到 Component demand is outpacing supply， 也就是零部件需求超过供应 ，Input costs 在上升 ，Lead times 在拉长。公司也说会用 Pricing discipline 来应对。翻成人话就是 AI 服务器不是只要客户想买 Dell 就能轻松高毛利无限交付。这里面有 GPU 供给、内存价格、网络部件、液冷和机柜配置也有，大客户订单节奏。所以你会发现 Dell 的多头逻辑和谨慎派逻辑其实都很强。多头看到的是 AI 训练和推理都在扩张，企业、云、厂商、主权、AI 实验室都需要更大的服务器集群。Dell 有供应链，有企业客户，有全球服务体系，还有服务器、存储、PC 和服务的组合拳。2026财年 Adjusted Free Cash Flow 是115.08亿美元，公司还提高股息，增加100亿美元回购授权。这说明它不是一家只会烧钱抢订单的公司，它有现金流和资本回报能力。谨慎派看到的是 AI 服务器收入可能很大，但硬件系统的利润率不一定能跟得上股价重估。尤其当市场已经把 Dell 当成 AI 基建核心资产交易时，财报里任何一点 margin 压力、订单增速放缓、backlog 质量问题，或者下半年需求谨慎，都可能让市场重新问：这到底是 AI 平台股还是硬件周期股？这句话很重要。Dell 过去很长时间给人的印象是 PC、服务器、存储、偏成熟硬件。AI 浪潮把它重新放到台前，但重估能不能持续，取决于市场愿不愿意把它从硬件周期股往 AI 基建核心股重新定价。如果5月28日财报告诉市场 AI server revenue 继续兑现，新增 orders 还在增长， backlog 质量健康， ISG margin 稳住，现金流也跟上，那 Dell 的叙事会非常有利。它不是只赚一次硬件周期的钱，而是在 AI 数据中心扩建周期里变成关键交付商。但如果财报告诉市场收入很好看， margin 却承压，订单很多，但交付节奏慢， backlog 很大，但成本和供给压力也越来越大，那市场就会把问题从 Dell 有没有 AI 改成 Dell 的 AI 生意值不值得给高倍数。这就是今天这期最想给你的框架，不要把 AI 基建交易只分成英伟达赢家和其他人陪跑。真正的产业链很长，芯片、封装、网络、服务器、存储、电力、液冷、数据中心、云服务、软件工作负载，每一层都有赢家，也有不同的利润池。Dell 今天处在一个很有意思的位置，它不一定有英伟达那种超高毛利，也不一定有云平台那种软件订阅属性，但它抓住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客户现在不是只想买一颗芯片，客户想要一整套能跑起来的 AI 系统，谁能把系统按时交付，谁就有机会吃到这波 Capex。只是市场不能忘了，交付能力和定价权是两件事，交付能力决定你有没有收入，定价权决定你有没有利润。这就是 Dell 5月28日真正要交的卷子。具体看财报，我会盯6个点。第一 ，AI server revenue 有没有接近或超过之前给的130亿美元第一财季预期？如果达不到，说明交付节奏或者需求节奏可能弱于市场想象。第二，新增 AI orders 和 backlog 的变化，430亿美元 ，backlog 很大，但更重要的是新增订单有没有继续补上。如果只是消耗 backlog 而新增订单放慢，市场会开始担心高峰提前。第三 ，ISG operating margin 这个数字比收入更能说明 AI 服务器是不是一门高质量生意。如果收入爆表，但 margin 继续下滑，市场会开始重新给它定性。第四 ，gross margin 和零部件成本，管理层前面已经说过 input costs、lead times 和供应压力，所以这次要看价格纪律有没有真的保护利润。第五 ，cash conversion，AI 服务器是大订单、大交付、大库存的生意收入，增长不能只停留在账面，最终要看经营现金流和自由现金流。第六，全年指引，尤其是那个约500亿美元 AI revenue 的目标有没有维持、上调，还是措辞变得更谨慎？如果你只想记住一句话，就是这句 Dell 现在不是在证明 AI 有没有需求，它是在证明 AI 需求能不能变成好利润。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今天 Dell 比单纯在讲英伟达或者 Marvel 更有增量。英伟达那张考卷已经很强了， Marvel 那张考卷在讲自研芯片和标准之争， Dell 这张考卷更接近普通投资者容易忽略的地方。当所有人都说 AI Capex 会继续爆卖，铲子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赚到同样的利润率。有的人卖的是最稀缺的铲子，有的人卖的是整套施工队，有的人只是帮别人搬设备。Dell 现在要证明的是，它不只是搬设备，它要证明自己有能力把 AI 服务器的爆发需求变成可持续的经营利润、现金流和股东回报。否则430亿美元 backlog 看起来很炸，但市场最终还是会回到一个很朴素的问题：这么大的订单，最后到底留下了多少钱？
最后给大家留一个问题，你觉得 Dell 这轮重估市场买的是 AI 基建核心交付商，还是只是在追一轮 AI 服务器硬件周期？如果5月28日财报里收入很强，但 margin 变弱，你会觉得这是短期阵痛，还是蓄势开始打折？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判断。今天这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